好，各位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国际之间或说跨国之间争夺未成年子女的案例。我们上一个单元呢，跟各位谈完跨国的离婚，在实务上面，这个离婚案件往往会伴随着侵权或监护权的这个酌定。也就是说，这个离婚的这个配偶双方呢，会要求法院把小孩呢，在法律上呢指定自己来当这个小孩的侵权人或监护权人。那这个如果说是在国内案件的话，问题会比较多；如果说这个是跨国案件的话，那就会比纯粹的国内案件要来复杂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牵涉两个国家或法域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说是跨国的婚姻，到最后它没有办法圆满的这个白头到老，而是必须要以离婚收场的时候，如果说配偶双方呢，他有这个未成年的子女，那可能就必须连这个未成年子女的侵权或监护权的问题呢，都变成跨国案件、涉外民事事件。那它为什么会比这个纯粹的国内案件要来复杂？因为往往它会牵涉到不同的国情、民情、传统的这一种对于这种家庭的这种观念的不同，或者加入了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而往往会使得这个焦点呢失焦，变成男女之间的战争，甚至牵涉到两国之间民族的情感情绪，最后呢被拉高到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面子的问题。那我想呢，在过去呢，一个非常有名的无异化的案件，就引起了我国跟巴西之间这个两国之间的一些情绪上面的对立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所说明的这一种跨国的这种争夺未成年子女的案例呢，我们以发生在我国与美国之间的一个实际案例来跟各位做说明。这个案例呢，要跟各位说明的一个重点是，在这个国际社会之间发生这一种争夺未成年子女的这种案例呢，只要他的这个侵权或监护权的这一种纠纷，它已经系属在法院的时候，这个时候任何人，包括生父或生母，任何人任何一方都不可以把这个小孩带离法院的管辖领域以外。刑事如果违反了这个禁令，在很多国家刑事上这个是一种犯罪，民事上呢，这个也是成立我们后面要跟各位所说明的跨国之间的这种绑架或诱拐儿童的民事问题。这个观念呢，是我国国内法上面所比较不熟悉的部分，因为很多的国际公约我们现实上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的这个国内法对这个部分的规定也并不完备，所以我们还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种民情风俗这种思维。例如，我是这个小孩的爸爸，或我是这个小孩的妈妈，这个小孩当然是跟着我，我要到哪就到哪里。
我要带他走到哪边就到哪边。我希望能够带这个小孩到更好的国度去过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然后有一个更健全的成长环境，这怎么不可以呢？这个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再来，我们要跟各位强调的重点是在于，如果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儿童，他的侵权的问题、监护权的问题，系属在法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在法院还没有做出最终的这个裁判之前，任何人，包括生父或生母，都不可以把这个小孩带离法院管辖的领域之外。重点在这边，而不是在于带走这个小孩的人，他的身份是什么？是他的父亲或母亲就可以主却违法。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是我们的国内法跟司法实务比较不熟悉的地方，我们就是要针对这个案例来跟各位做说明。所以在我国呢，这种案子，刚刚我们跟各位所说明的是说，国际公约没有办法参与，而使得我们的国内法对这个部分的领域也不熟悉，所以也没有办法来修法。所以希望借着这个课程的单元呢，可以将这个部分广为让大家了解。所以最近在跟我国有关联性的这种争夺未成年儿童的这种案件呢，所在多有，常常呢会这个被大众传播媒体争相报道。那这个争相报道上各种的谈话性节目啊，当然从各种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些事件。在学院里面呢，也有各种领域的教学者或研究者，试图呢要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啊，社会学、心理学的这种角度来分析、讨论、检讨这种案件。这观点非常多元，见解也很丰富，都让我们呢能够这个有多一层的这种认识啊。但是呢，我们从法律的观点，针对这一种国际之间这种争夺未成年儿童的民事事件，当然我们刚刚跟各位说明的，在很多国家的国内的这种刑法，这是一种犯罪啊。那这一种国际之间争夺儿童，它的这个民事事件呢，国际公约呢，都将它定性在这是属于一种诱拐或绑架儿童啊。这个国际公约的法律用语叫做这个 International Child Abduction。所以各位只要把这个关键字上网 Google 一下，我相信会有很多资料出来。所以重点在于呢，纵使这个诱拐者、绑架者是这个未成年儿童的至亲，甚至是生父或生母，这个都一样。那这一种呢，已经在国际社会之间成为一个非常稳定的法秩序，它成为定说定见的这个法秩序，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上，似乎呢还很难为一般社会大众所接受，更何况是法律系所也不会有相关的课程。所以呢，不论是从专业的法律人、司法机关，或者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在我国呢，对于这个领域的认识恐怕还鲜有不足。所以这个领域呢，很显然的，它会跟我国传统的文化思维会有发生这个汉格不入的这种冲突的这一种情况发生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我是这个小孩的生父，我是这个小孩的生母，我要带他走，怎么不可以？我们刚刚跟各位强调就是说，这个重点不在于他的身份，而是在于如果他的另外这个有一方在争夺这个未成年子女他的侵权或者是监护权的问题的时候，谁都不能够带他走。
在国际社会上一直抵抗、不愿意参加这个国际公约的，在先进国家里面就只有日本。但是日本在前几年呢，因为受到美国公开的谴责以及欧盟公开的谴责以后，日本受不了国际压力，最后也加入了，也批准了这个我们后面要谈的这个海牙公约。那我们一直提到海牙公约，这个海牙公约呢，针对这种国际之间绑架、诱拐这个未成年子女的这种民事事件，有2个公约，一个是1980年的海牙子女诱拐公约，跟1996年的海牙保护儿童的这个公约。在这2个公约呢，都有重复处理的问题，就是针对国际间不法移送或留置儿童的这个立法。这2个公约呢，是广为国际社会的这个国家，不管是大陆法系国家或英美法系国家，都这个有许多的国家加以批准。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说，这个在国际社会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稳定的法秩序，已经成为一种定说定见，没有争议。那这2个海牙公约呢，它针对这一种国际诱拐或绑架儿童呢，它正式的法律用语是规范，叫做国际间不法移送或留置儿童。那也就是要把小孩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或者是说原本这个小孩是从另外一个国家过来的，你要把他给留下来。所以这一种移送或留置的这个行为呢，它是属于不法。怎么样不法呢？它可能会去这个侵害到法院正在裁判的侵权或监护权的归属，或者是虽然他没有系属在法院，但是呢，你要把这个小孩带走或留下来，这个侵犯到了、违反了已经有在行使侵权或监护权人的侵权跟监护权，那这个呢就会这个成立不法。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后面会详细的跟各位介绍跟探讨啊。那我们在这个一开始前言的部分，就是让大家了解这2个海牙公约呢，它所处理的问题是我们国内的法律所不熟悉的部分，但是相同的，它的原理原则呢，是跟我们的亲属法一样的，叫做儿童的最佳利益，或说子女最佳利益。所以从基于儿童最佳利益或子女最佳利益的这个最高指导原则来规范这一种防止国际间不法移送或留置儿童的这种事件，它所发展出来的2大原则呢，就是第一个叫立即返还原则，立即返还被诱拐或绑架的儿童回到他原来的惯居帝国，这个我们称为立即返还原则。还有一个叫做禁止庇护国对于被诱拐儿童的权利义务的行使与负担为实体裁判，也就是庇护国就是目的地国，就是小孩子被带去或者要被留下来的那个国家叫做庇护国或目的地国。这个时候原则上庇护国这个时候原则上这个庇护国或目的地国呢，它的行政或司法机关依照这2个海牙公约的规定，是禁止针对儿童的侵权或监护权的问题呢，去进行实体裁判。这个我们称为实体裁判禁止原则。所以实体裁判禁止原则跟立即返还原则是这个海牙
2公约的一个具体的最高指导原则。这2个原则就是符合国际诱拐儿童事件的这种儿童最佳利益的具体实践。上开原则甚至是它的这个法律里面的规定，也被这个欧盟在2003年的时候，在处理这一种跨国的家事事件的布鲁塞尔规则2所接受，在国际社会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一个相当一致的司法秩序。所以我们要跟各位在这个单元要说明的是说，像这种跨国的这种争夺子女未成年儿童的案件，不能够说哦，他是我生的小孩，他是我的小孩，我怎么不能够带他走？你有听过父母绑架自己的小孩吗？我是他的父母，怎么可以说我绑架他呢？这个是我国传统的这种民情风俗，乍听之下很有道理。这个是小孩的父母带他走，天经地义，怎么可以说是父母在绑架小孩？所以这个跟我们的传统的民情风俗，乃至于我们国内的一些法律规定，这个我想这个都是有一些观念上必须要调整的地方。所以以下我们这个单元就是要来跟各位说明，在国际社会世界各国普遍所批准的国际公约，它所树立的原理原则，这个在很多国家的刑事法律上面，这种就是一种绑架的这种犯罪，在民事上也会成立民事上面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这边前言到这边跟各位说明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详细的跟各位以我国的案例为准来加以介绍，然后再配合国际公约的规定来跟大家来说明。谢谢各位。